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在一个偏远的山村里，住着一个叫张大山的青年，他是个孤儿，从小就跟着他的继父张老汉生活。张老汉是个慈祥的老人，虽然不是张大山的亲生父亲，但是对他非常疼爱，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。张大山也很孝顺张老汉，每天早出晚归的干活，挣钱给张老汉买药吃。可惜张老汉身体一直不好，患有一种奇怪的病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高烧，全身无力。村里的大夫也没办法治好他，只能给他开些草药缓解症状。张大山心疼得要命，总想着能找到一种灵丹妙药来救治张老汉。有一天，张大山听说村外有个卖药的道士，号称有些神奇的药物可以治百病。他心想这是个机会，就拿着自己省下来的几个铜钱去找那个道士。可是当他到了道士摆摊的地方时，却发现道士已经走了，只剩下一个小童在收拾东西。张大山急忙上前问道：小弟弟，请问你师傅去哪里了？我想买点药给我爹吃。小童说道：我师傅已经走了，你来晚了，我们明天还会再来这里。张大山说道：明天？可是我爹等不及了，他现在就很难受，你能不能卖我点药呢？小童摇摇头说道：不行不行，这些药都是我师傅的秘方，不能随便卖给别人，你要是想买药就等明天吧。张大山急得满头大汗，他看见小童手里拎着一个布袋子，里面装着一些药瓶和药罐，他心想这些药肯定有用，就想出了一个主意。他对小童说道：小弟弟，你看我手里拿着的这几个铜钱都是我辛苦挣来的，你能不能借我一个药罐呢？等明天我再还给你。小童看了看铜钱，又看了看布袋子，犹豫了一下，说道：好吧，那你就拿一个吧，不过你可要记住，这个药罐里的药是我师傅从南方带回来的，叫做蛇胆丹，是用千年蛇精的胆汁制成的，可以治疗各种顽疾，不过你要小心使用，每次只能吃一粒，否则会有副作用。张大山听了很高兴，连忙拿过药罐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10几颗黑色的药丸，散发着一股腥臭的气味。他不管3七21，就把药罐塞进怀里，跑回家去了。他回到家里，就把药罐拿给张老汉看，说道：爹，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？这是一种神奇的药，叫做蛇胆丹，可以治好你的病，你快吃一粒试试。张老汉看了看药罐，闻了闻药丸，皱了皱眉头，说道：这药怎么这么臭？你从哪里买来的？张大山说道：这是一个卖药的道士给我的，他说这是用千年蛇精的胆汁制成的，非常灵验，你别管那么多，赶紧吃吧。张老汉想了想，觉得也没什么可怕的，就咬牙吞下了一粒药丸。没想到刚吞下去，他就感觉一股热气从肚子里涌上来，全身像着了火一样。他大叫一声：烧死我了！张大山吓了一跳，以为药有毒，就赶紧去找水给张老汉喝。可是等他回来时，却发现张老汉已经不见了，他只看见床上有一条大蛇在扭动着。张大山惊呆了，他以为自己眼花了，他仔细一看，那条大蛇竟然长得跟张老汉一模一样，它有着张老汉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胡子、头发，只是身体变成了蛇形。张大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喊道：爹，爹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那条大蛇听到张大山的声音，就转过头来对他说道：大山儿，你别害怕，我就是你爹。张大山听到那条大蛇说话，更加惊恐了，他问道：你真的是我爹？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那条大蛇说道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记得我吃了那颗药丸后就感觉全身发烫，然后就晕过去了，等我醒来时就变成这样了。张大山说道：难道那颗药丸有问题？
它是用什么做的？那条大蛇说道，那个小童告诉你没有？那颗药丸是用千年蛇精的胆汁制成的，可以治疗各种顽疾，不过要小心使用，每次只能吃1粒，否则会有副作用。张大山说道，什么副作用？那条大蛇说道，就是会变成蛇啊。张大山说道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能不能变回来？那条大蛇说道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试过了，我不能变回来。我想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个蛇精。张大山说道，什么？你是个蛇精？你不是我爹吗？那条大蛇说道，我是你爹，也是个蛇精。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原本是一条千年的白蟒，住在这附近的一个山洞里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，她就是你娘。她迷路了，走到了我的山洞里，我一见钟情，就变成了一个英俊的男人，跟她相识相爱。后来我们结婚了，生下了你。你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她以为我是个普通的人。我们一家3口过得很幸福。张大山听了半信半疑，他问道，那你为什么不跟我娘说实话呢？那条大蛇说道，我怕她知道了会害怕，会离开我。我太爱她了，我不想失去她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你娘生你的时候就去世了。她死前让我照顾好你，让你长大成人。我答应了她，就把你带回了村里，改名换姓，做了一个普通的农民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对你不离不弃，把你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。张大山听了很感动，他说道，爹，原来你这么不容易，你为了我和娘牺牲了这么多。你放心吧，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爹。那条大蛇听了很欣慰，他说道，大山儿，你真是个孝顺的好儿子，我很高兴能有你这样的儿子。可是现在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能就这样住在一起啊。张大山说道，爹，我们可以去找那个卖药的道士啊，也许他有办法让你变回来。那条大蛇说道，好吧，那我们明天就去找他吧。第二天一早，张大山和那条大蛇就出发了。他们把那条大蛇装在一个竹篓里，背在背上。他们走到村外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卖药的道士和小童又在摆摊。张大山赶紧上前拦住他们，说道，道长，请问您还记得昨天给我那个药罐吗？道士看了看张大山，点点头说道，记得，你是那个要买药给你爹吃的人吧？你爹的病好了吗？张大山说道，不好，不好，反而更糟了。您给我的那个药罐里的药是什么东西？他把我爹变成了一条蛇。道士听了一愣，说道，什么？变成了一条蛇？你不要胡说八道。那个药罐里的药是我从南方带回来的蛇胆丹，是用千年蛇精的胆汁制成的，可以治疗各种顽疾。你怎么会说他把你爹变成了一条蛇呢？张大山说道，我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。你不信你看。说着，他就打开竹篓，把里面的大蛇拿了出来。道士和小童看到那条大蛇都惊呆了，他们认出了那条大蛇的模样，正是他们从南方带回来的那条千年白蟒。他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们问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条大蛇说道，我就是他爹，我本来就是一条千年白蟒，后来变成了人形，娶了他娘，生下了他。我一直隐瞒着我的真实身份，直到昨天吃了那颗蛇胆丹后，就变回了原形。我想是因为那颗蛇胆丹是用我的胆汁制成的，所以有反作用。道士和小童听了都惊讶地说不出话来，他们终于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。原来他们从南方带回来的那条千年白蟒，在路上不知何时就逃走了。他们以为他死了或者被别人抓走了，所以就没在意。没想到他竟然变成了人形，娶妻生子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道士想了想，对张大山和那条大蛇说道，这真是天意弄人啊，你们父子俩真是有缘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再隐瞒你们了。其实我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道士，我是一个修炼了1000年的狐狸精。
我从南方带回来的那些药物，都是用各种妖怪的精血制成的，可以让人延年益寿，也可以让妖怪恢复原形。我本来想用这些药物来换取一些珍贵的东西，没想到却引起了这样一场误会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听了都吓了一跳，他们没想到眼前的这个道士竟然是一个狐狸精，他们不禁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看着道士。道士却笑了笑，说道：你们不用害怕，我不会伤害你们的。我虽然是个狐狸精，但是我也有我的原则，我从不随便杀人，也不欺骗善良的人。我只是想用我的药物来换取一些对我有用的东西，比如金银珠宝，或者一些稀奇古怪的法器。你们父子俩既然遇到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有责任帮你们解决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听了有些放心，他们问道：道长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爹变回人形吗？道士说道：有，但是不容易。你爹之所以变回蛇形，是因为他吃了蛇胆丹，激发了他体内的蛇性。要想让他变回人形，就要用一种可以抑制蛇性的药物，这种药物叫做龙鳞丹，是用千年龙王的鳞片制成的，可以让妖怪变成人类，也可以让人类变成妖怪。不过这种药物非常稀有，我手里只有1颗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听了都眼睛一亮，他们说道：道长，那你就把那颗龙鳞丹给我们吧，我们愿意用什么来换都行。道士摇摇头说道：这可不行，这颗龙鳞丹是我花了大价钱才买来的，它对我很重要，我不能随便给你们，除非你们能拿出一样比它更珍贵的东西来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一听就失望了，他们说道：道长，我们都是穷苦人，哪里有什么珍贵的东西，你就看在我们父子俩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道士想了想，说道：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诚恳，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，你们如果能在3天之内找到一样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，并且能证明它的价值，我就把龙鳞丹给你们。不过如果你们找不到，或者找到的东西不够珍贵，我就要收回蛇胆丹，并且要求你们给我赔偿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听了都觉得有些为难，他们说道：道长，这个条件太苛刻了吧，我们哪里能找到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呢？道士说道：这是你们唯一的机会了，你们要是不答应，我就走了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无奈地点点头说道：好吧，我们答应你，但是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找到的东西的价值呢？道士说道：很简单，你们只要把你们找到的东西拿给我看，我就能判断它的价值。不过你们要记住，你们找到的东西必须是自己的，不能是偷来的或者借来的，而且你们不能用任何手段来欺骗我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点点头说道：我们明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去找吧。道士说道：好，那我就在这里等你们3天，如果3天之内你们没有回来，我就当你们放弃了。张大山和那条大蛇说道：好，那我们走了。说完，他们就背着竹篓离开了。他们一边走一边想，到底要找什么东西才能比龙鳞丹更珍贵呢？他们想了想，觉得金银珠宝之类的东西肯定不行，那些东西虽然贵重，但是对于一个修炼1000年的狐狸精来说，可能不值一提。他们又想了想，觉得一些稀有的药材或者法器之类的东西也不行，那些东西虽然稀奇，但是也不一定比龙鳞丹更有用。他们越想越觉得无从下手，他们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希望找到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。他们心里很沮丧，但是又不甘心就这样放弃。他们决定先回家，再想想办法。他们回到家里，把竹篓放在床上，然后坐在一起商量。他们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，他们只好打算明天再出去找找看。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门外有人敲门。张大山起身去开门，一看是村里的一个老婆婆。老婆婆叫做王婆婆，是个擅长算命和看相的人。
他经常在村里帮人解决一些疑难杂症，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。王婆婆见张大山开门，就笑着说道：“张大山啊，你可真难找啊，我找了你半天才找到你家。”张大山问道：“王婆婆，您找我有什么事吗？”王婆婆说道：“我是来给你带个好消息的，你知道吗？村里有个寡妇想跟你结亲呢。”张大山一听就愣住了，他说道：“什么？寡妇跟我结亲？”王婆婆说道：“是啊，她叫刘氏，是西村的一个寡妇，她丈夫死了2年了，她一个人孤苦伶仃的。她听说你也是个孤家寡人，就想跟你结亲。她长得还不错，人也很勤快。她说只要你愿意跟她结亲，她就把她身上的一块玉佩给你。那块玉佩是她丈夫生前的遗物，据说是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，非常珍贵。她说只要你肯娶她，她就把玉佩送给你作为聘礼。”张大山听了更加惊讶了，他说道：“王婆婆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她怎么会看上我这样一个穷小子呢？她的玉佩真的那么贵重吗？”王婆婆说道：“我怎么会开玩笑呢？她是真心想跟你结亲的。她说她看中的是你的人品和孝心，不在乎你的贫富。至于她的玉佩，我亲眼见过，那可是一块上等的和田玉，雕刻得非常精美，上面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。我问过一个懂行的人，他说那块玉佩可能是古代某个皇室的宝物，价值不菲。”张大山听了心中一动，他想起了道士的话，道士说要找一样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，才能换取龙鳞丹。他想着那块玉佩可能就是他要找的东西，他问道：“王婆婆，那你是来帮他说亲的吗？”王婆婆说道：“是啊，我是他的媒人，他让我来跟你说说，看你有没有意思。你要是有意思，我们明天就去他家提亲；你要是没意思，我们也不勉强你。”张大山想了想，觉得这是个机会，就对王婆婆说道：“王婆婆，我谢谢你的好意。其实我也想找个媳妇过日子，只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人。既然刘氏寡妇对我有意思，我也不好拒绝。不过我有个条件，就是我要先看看她的玉佩。”王婆婆说道：“这个没问题，你既然答应了，我就带你去见她吧，她现在就在我家里等着呢。”张大山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们走吧。”说完，他就跟着王婆婆出了门。他对那条大蛇说道：“爹，你先在家里等着吧，我去办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”那条大蛇点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小心点。”张大山和王婆婆走到了王婆婆家里，他们刚进门就看见一个中年女人坐在屋里。那女人长得还算清秀，身材也不错。她见到张大山进来，就站起来笑着迎接。王婆婆介绍道：“张大山啊，这就是刘氏寡妇，她就是想跟你结亲的人。”张大山上前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刘氏寡妇，你好，我是张大山，很高兴认识你。”刘氏寡妇也拱了拱手，说道：“张大山，你好，我是刘氏，我听王婆婆说了你的情况，我觉得你是个不错的人，我想跟你结亲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”张大山说道：“刘氏寡妇，我也听王婆婆说了你的情况，我觉得你也是个不错的人，我也想跟你结亲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”刘氏寡妇问道：“什么条件？”张大山说道：“就是我想看看你的玉佩。”刘氏寡妇一听，有些犹豫，她说道：“我的玉佩，那可是我丈夫生前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，我很珍惜它，你为什么要看它呢？”张大山说道：“因为我听说那块玉佩很珍贵，是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，我想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。”刘氏寡妇想了想，觉得也没什么不可以，她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想看，我就给你看吧，不过你可不能随便动它，更不能拿走它。”张大山点点头说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只是看看而已。”刘氏寡妇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块绿色的玉佩，那块玉佩形状像一个圆盘，
上面雕刻着一条蜿蜒的龙，龙身上还有一些奇怪的符号。那块玉佩散发着一股清凉的气息，让人感觉很舒服。张大山看到那块玉佩，眼睛一亮，他觉得那块玉佩非常美丽，也非常神秘。他问道：这块玉佩真的是从古墓里挖出来的吗？刘氏寡妇说道：是啊，我丈夫当年跟着一个盗墓的队伍去了一个古墓，他在那里发现了这块玉佩。他说这块玉佩可能是某个皇帝的宝物，非常罕见，他就把它偷偷带了回来，送给了我。后来他就因为染上了一种怪病而死了。他死前让我好好保管这块玉佩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张大山说道：原来如此，那这块玉佩有什么功效吗？刘氏寡妇摇摇头说道：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这块玉佩很冷，戴在身上可以驱赶邪气。我丈夫生前就是因为这块玉佩才活了那么久。他说他的病是因为在古墓里触犯了什么禁忌，被一种邪气侵入了体内。如果没有这块玉佩，他早就死了。张大山听了很惊讶，他说道：真的吗？那这块玉佩真是神奇啊。刘氏寡妇说道：是啊，这块玉佩是我最珍贵的东西，我从不离身。你看过了，你满意了吗？张大山说道：满意，满意。这块玉佩确实很不错，不过我还有个问题。刘氏寡妇问道：什么问题？张大山说道：就是你真的愿意把这块玉佩给我吗？刘氏寡妇一听有些诧异，她说道：给你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张大山说道：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答应跟你结亲，你就把这块玉佩作为聘礼给我，对吧？刘氏寡妇点点头说道：是啊，这是我对你的诚意，你不喜欢吗？张大山说道：喜欢，喜欢，我非常喜欢。不过，刘氏寡妇问道：不过什么？张大山说道：不过我还要考虑一下。刘氏寡妇一听有些失望，她说道：考虑什么呢？难道你对我没有感觉吗？张大山说道：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其实我对你也有感觉，只是……刘氏寡妇问道：只是什么呢？张大山说道：只是我还有些事情要办，不能马上跟你结亲。刘氏寡妇问道：什么事情呢？能不能告诉我？张大山想了想，觉得不能把真相告诉他，就编了一个借口。他说道：其实我爹生病了，他需要一种特殊的药物才能治好，我现在正在找那种药物，要是找不到，他就会死的。刘氏寡妇听了很同情，她说道：原来如此，那你爹的病是什么病呢？那种药物又是什么药物呢？张大山说道：我爹的病很奇怪，他全身发热，变得跟蛇一样，那种药物叫做龙鳞丹，是用千年龙王的鳞片制成的，可以让他变回人形。刘氏寡妇听了更加惊讶，她说道：什么？你爹变成了蛇？龙鳞丹？这些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啊，你不会在骗我吧？张大山连忙摇摇头说道：我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，你要是不信，你可以跟我回家看看。刘氏寡妇说道：好吧，那我跟你回家看看。张大山说道：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说完，他就带着刘氏寡妇回了家。他们走到家里，就看见那条大蛇正躺在床上睡觉。刘氏寡妇一看到那条大蛇，就吓得尖叫起来。她说道：天哪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一条蛇啊！张大山说道：别怕，别怕，这就是我爹，他吃了一种药物后就变成了这样。刘氏寡妇说道：你爹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张大山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一遍。刘氏寡妇听了半信半疑，她问道：那你现在怎么办？你能找到那种龙鳞丹吗？张大山说道：我已经找到了一个卖龙鳞丹的人，但是他要求我拿出一样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来换。我想了想，觉得你的玉佩可能就是那样的东西。刘氏寡妇一听有些不高兴，她说道：你想用我的玉佩来换龙鳞丹，你不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吗？
张大山说道：“不过分，不过分。我的玉佩是我对你的诚意，也是我对你的爱情。你要是愿意把玉佩给我，我就把龙鳞丹给我爹吃，让他变回人形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结亲了。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可是我的玉佩是我丈夫生前留给我的唯一的东西，我很珍惜它。你让我把它给你，我怎么舍得呢？”张大山说道：“你不要想太多，只要我们结亲了，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们可以共同拥有这块玉佩，不是更好吗？”刘氏寡妇想了想，觉得也有道理。她说道：“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我就相信你。我愿意把玉佩给你，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2件事。”张大山问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第一件事是，你要把龙鳞丹给你爹吃后，带着他来见我。我想亲眼看看他变回人形的样子，也想跟他说说话。”张大山点点头说道：“这个没问题，我一定会带着他来见你的。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第二件事是，你要对我忠诚一生，不许背叛我。你要是敢对我不忠，我就把你变成一条蛇，让你永远不能变回人形。”张大山一听，有些害怕，他问道：“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本事？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因为我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我是一个修炼了1000年的蜘蛛精。我从南方带回来的那块玉佩，其实是我的法宝，它可以让我变成人类，也可以让人类变成妖怪。我本来想用它来换取一些对我有用的东西，没想到却遇到了你。”张大山听了更加惊讶，他说道：“什么？你是个蜘蛛精？你不是一个寡妇吗？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我是个寡妇，也是个蜘蛛精。我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原本是一只1000年的金丝蜘蛛，住在这附近的一个山洞里。有一天，我遇到了一个英俊的男人，他就是你所谓的丈夫。他是一个盗墓的人，他在一个古墓里发现了我的玉佩，他一见钟情，就拿走了我的玉佩。我追了他半天，才把他逮住。我也对他有了感情，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女人，跟他相识相爱。后来我们结婚了，过着平凡的生活。他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，他以为我是个普通的人。我们一直很幸福。”张大山听了半信半疑，他问道：“那你为什么不跟他说实话呢？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我怕他知道了会害怕，会离开我。我太爱他了，我不想失去他。可惜好景不长，他因为在古墓里触犯了什么禁忌，被一种邪气侵入了体内，他就得了一种怪病，渐渐地消瘦下去。我用我的玉佩给他治疗，但是也没用。他死前让我好好保管玉佩，不要让别人知道。”张大山听了很感动，他说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那你现在怎么会看上我呢？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因为你长得跟他很像啊，你们都有一双明亮的眼睛，一张英俊的脸庞，一身健壮的身体，你就像是他的再转世。我一见到你，就觉得你是他回来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，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你不要拒绝我，好吗？”张大山听了有些动摇，他说道：“刘氏寡妇，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，我也对你有些感情，不过……”刘氏寡妇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张大山说道：“不过我还有我的爹啊，他现在还是一条蛇，我不能就这样抛弃他，我必须先让他变回人形，然后再考虑我们的事情。”刘氏寡妇说道：“那你就快点去换那个龙鳞丹吧，我等不及了。”张大山说道：“好吧，那我就去吧，你先在这里等着，我很快就回来。”说完，他就拿着玉佩出了门。他对那条大蛇说道：“爹，你先在这里等着吧，我去办点事情，很快就回来。”那条大蛇点点头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小心点。”张大山赶紧去找那个卖龙鳞丹的道士。他走到村外的时候，就看见那个道士和小童还在摆摊。张大山上前拦住他们，说道：“道长，请问您还记得我吗？”道士看了看张大山，点点头说道：“记得，你是那个要买药给你爹吃的人吧？
你找到了比龙鳞丹更珍贵的东西了吗？张大山说道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您看这是什么？说着，他就把玉佩拿了出来。道士一看到玉佩，就眼睛一亮。他说道，这是一块和田玉，而且还是一块上等的和田玉，上面还有一些古代的符号。这是从哪里来的？张大山说道，这是一个寡妇给我的。她说这是她丈夫生前从一个古墓里挖出来的，可能是某个皇帝的宝物。道士听了更加惊讶，他说道，真的吗？这可是个难得的珍品啊，你愿意用它来换龙鳞丹吗？张大山点点头说道，愿意，愿意。您快把龙鳞丹给我吧。道士说道，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诚心诚意，我就答应你。不过你可要记住，龙鳞丹可不是随便吃的，它可以让妖怪变成人类，也可以让人类变成妖怪。你要小心使用，每次只能吃一粒，否则会有副作用。张大山说道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您快给我吧。道士就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绸包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有一颗金色的药丹，那颗药丹散发着一股龙气，让人感觉很威严。道士把药丹递给张大山，说道，这就是龙鳞丹，你拿好了，不要弄丢了。张大山接过药丹，小心翼翼地收好。他说道，谢谢道长，谢谢道长，我这就去给我爹吃。道士说道，不用客气，你走吧，祝你好运。张大山说道，再见，再见。说完，他就跑回家去了。他走到家里，就看见刘氏寡妇和那条大蛇正坐在一起聊天。他一看就觉得很奇怪，他问道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刘氏寡妇说道，我们在聊你爹的事情呢。你爹跟我说了他的身世，我觉得很不可思议。他真的是一条千年白蟒吗？张大山点点头说道，是啊，是啊，不过现在不用担心了，我已经找到了龙鳞丹，可以让他变回人形了。刘氏寡妇和那条大蛇听了都很高兴，他们说道，真的吗？快拿出来看看。张大山就把药丹拿了出来给他们看。刘氏寡妇和那条大蛇都觉得那颗药丹非常美丽，也非常神奇。他们问道，这就是龙鳞丹吗？它能让你爹变回人形吗？张大山说道，能。道长说只要吃了它，就可以变回人形了，不过每次只能吃一粒，否则会有副作用。刘氏寡妇和那条大蛇点点头说道，那还等什么？快让你爹吃了吧。张大山说道，好吧，好吧。说着，他就把药丹递给那条大蛇。那条大蛇接过药丹，含在嘴里，他感觉到一股热流从嘴里流到全身，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，他的皮肤变得光滑，他的鳞片脱落，他的四肢伸展，他的头发长出，不一会儿，他就变成了一个中年男人的模样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看到这一幕都惊呆了，他们说道，爹，你变回来了。那个中年男人摸摸自己的脸，感受着自己的身体，他说道，是啊，我变回来了，我又成了一个人了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都上前抱住他，说道，爹，我们太高兴了。那个中年男人也抱住他们，说道，大山儿媳妇，我也太高兴了。刘氏寡妇说道，爹，你不要叫我儿媳妇，你要叫我女儿，我现在是你的女儿，也是你儿子的妻子。那个中年男人一听有些不解，他问道，你是我的女儿，你是我的儿媳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张大山就把他和刘氏寡妇的事情跟他说了一遍。他说道，爹，这是我要跟你说的事情，我和刘氏寡妇已经决定结亲了，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也很爱我，他为了让你变回人形，把他最珍贵的玉佩给了我，让我去换龙鳞丹。她现在是你的女儿，也是我的妻子，你不要担心，我们会好好照顾你的。那个中年男人听了半信半疑，他问道，真的吗？你们不会骗我吧？刘氏寡妇说道，爹，我们没有骗你，这是真的，我们真心想跟你在一起，
过一家人的生活。你不要怀疑我们，好吗？那个中年男人看着他们两个，觉得他们都很诚恳，也很善良。他想了想，觉得也没什么不好。他说道：好吧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了，我就相信你们。我也很高兴能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媳妇，只要你们对我好，我就对你们好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听了都很开心，他们说道：爹，我们一定会对你好的。那个中年男人笑了笑，说道：那就好，那就好，我们现在就去办喜事吧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点点头说道：好啊，好啊。于是他们三个就去找王婆婆办理结亲的手续。王婆婆见到那个中年男人也很惊讶，她问道：这位是谁呀？张大山说道：这位是我的爹。王婆婆说道：你爹？不是说你爹生病了吗？张大山说道：他已经好了，他吃了一种药物后就变回人形了。王婆婆听了更加惊讶，她问道：什么药物能让人变回人形？张大山说道：这个不能告诉你，反正他现在已经好了。王婆婆摇摇头说道：算了算了，不管怎样，恭喜你啊，你现在有了一个爹和一个老婆，你可真是幸福啊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都笑了笑，说道：谢谢王婆婆。王婆婆就帮他们办理了结亲的手续，然后给他们准备了一些喜糖和喜酒，让他们回家庆祝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就带着那个中年男人回到了家里，他们把喜糖和喜酒分给了邻居们，然后在屋里摆了一桌丰盛的饭菜，跟那个中年男人一起吃喝。他们吃得很开心，也很甜蜜，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就这样，他们过起了一家人的生活。张大山和刘氏寡妇相亲相爱，那个中年男人也很疼爱他们。他们在村里受到了大家的尊敬和祝福，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遗憾了。不过，他们并不知道，他们的幸福是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的。他们也不知道，他们的生活即将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